為什麼越喜歡研究賺錢的人反而越賺不到錢？真正拉開貧富差距的從來不是知識，而是行動。深夜12點，城市依然燈火通明，有人刚剛結束一天的工作，拖着疲憊的身体回到出租屋，打開手機開始刷財經新聞。國際金價上漲了，美聯儲又要降息了，人工智能正在改變世界，新能源汽車進入下半場，他看得津津有味，評論區裡也說得头頭是道。如果只是聊天，他甚至可以连續講2個小時，從宏觀經濟講到國際局勢，從巴菲特講到馬斯克，再從房地產講到比特幣。可第二天早晨鬧鐘響起，他依然準時擠進地鐵，去完成一份收入沒有多少變化的工作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少，他們知道很多，卻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一直在研究財富，卻從來沒有真正創造財富。很多人誤以為賺錢靠的是知識，於是拼命學習，拼命收藏課程，拼命保存各種成功學視頻，手機裡收藏加幾千條，網盘裡幾百 G 的資料，關注了100多個財經博主，買了幾十門課程，可真正做過的項目沒有幾個，真正堅持過的事情沒有幾件，最後知識越來越多，收入卻沒有變化。這就是现代人最大的錯覺，以為學習就是成長，其實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產生了一種成長的幻覺。心理學有一個現象叫做知識滿足感，當一個人不斷獲取信息，大腦會分泌多巴胺，讓你誤以為自己已經進步，可事實上你只是知道了。知道和做到中間隔着一道幾乎無法跨越的鴻溝。真正賺錢的人很少整天討論賺錢，因為他們知道時間不是拿來分析市場的，而是拿來進入市場的。他們每天都在解決問題，都在創造產品，都在優化服務，都在不斷試錯。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討論未來哪個行業更賺錢，因為他們自己就正在創造價值。莊子中有一句話：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已有涯雖無涯，殆矣。人的生命有限，而知識無限。如果只是不斷追逐知識，到最後只會耗盡自己。莊子並不是反對學習，他反對的是把學當成目的。真正的學是為了實踐，也就是習。真正的知識是能夠改變現實的，否則再多知識也只是負擔。你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？很多餐館老板不懂管理學，很多工厂老板不懂 MBA， 很多做短視頻的人也没有學過傳媒專業，可他们依然賺到了錢。為什麼？因為市場從來不會獎勵最聰明的人，市場只獎勵真正解決問題的人。有人花1年研究如何拍視頻，有人第1天就拿起手機開始拍，1年以後，第一個人還在研究鏡頭，第2個人已經拍了100條作品。你說他們之間真正的差距在哪裡？不是能力，而是行動。這個世界很多機會都不是準備好了才開始，而是在開始以後才慢慢準備好。就像一個嬰兒，沒有誰是學會走路以後再邁出第一步的，而是在不斷的摔倒中才終於學會站穩。賺錢也是如此，很多人總說等我準備好了，等我有錢了，等我時間充足了，等市場穩定了。可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一直在等，等着等着風口就過去了，等着等着別人已經成功了，等着等着自己也開始懷疑人生。道德經中有一句很多人都知道的話：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未來的1000里，而是今天邁出的第一步。很多人一直覺得自己沒有機會，其實不是沒有機會，而是機會出現的時候自己還停留在原地。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財富從來不是靠預測未來賺來的，而是在不斷行動中積累出來的。你會發現那些後來取得巨大成功的人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別人聰明，而是因為當別人還在思考的時候，他們已經開始做了。有人問一位企業家，如果知道失敗，你還會開始嗎？他說了一句話，讓無數的創業者深受觸動：我不是因為知道會成功才開始的，而是因為開始了，才慢慢的走向了成功。這就是財富世界最大的秘密。成功不屬於最聰明的人，也不屬於最幸運的人，他更願意眷顧那些願意不斷行動的人，因為行動會帶來經驗，經驗會提升認知，認知呢又會修正下一次行動。於是一個人的能力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，而那些一直停留在原地的人，只能眼睜睜看着別人越來越遠。很多人以為人與人的差距是學歷，後來發現不是的；又以為是家庭背景，後來發現也不是。真正拉開人與人差距的，其實只有2個字：行動。當你不斷行動，世界就会不斷的給你反饋。每一次失敗都在修正你的方向，每一次成功都在積累你的信心。道家講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
真正厲害的人往往很少誇誇其談的，因為他們明白真正的答案不在嘴上，而在腳下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，請先停止一件事，停止沉迷於知道，開始進入做到。因為你真正賺到的每一分錢都不是來自你知道了什麼，而是来自你做成了什麼，而這也只是財富認知的第一層。真正決定一個人一生貧富的還有一個更深的底層邏輯，那就是你究竟是在購買資產還是在制造資產。真正貧窮的人不是沒有錢，而是沒有資產思維。一個人的財富永遠不會超過他的價值生產能力。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？同樣是發薪水，有人到了月底賬戶幾乎歸零，有人收入並不比別人高，卻一年比一年富有。同樣賺着差不多的錢，為什麼結果卻完全不同？很多人第一反應會說，因為收入不同。其實收入只是表象，真正決定財富的從來不是你賺了多少錢，而是你如何使用每一分錢。美國投資大師巴菲特曾說過一句話，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種睡覺時還能賺錢的方法，你就會一直工作到生命結束。這句話很多人聽過，但真正理解的人卻很少，因為大多數人賺的是時間的錢，停止工作收入就停止。而真正的財富是建立一種即使你暫時停下來，它依然能夠持續創造價值的系統，這就是資產思維。讓我們來看2位年輕人的故事。大學畢業後，他們都進入同一家公司，薪資相同，生活也差不多。第一個人每個月最大的期待就是發薪日，薪資一到賬，先換最新款的手機，再換名牌的球鞋，周末聚餐、旅遊、分期買車，信用卡越刷越多。他覺得人生這麼辛苦，當然要對自己好一點。幾年後，他擁有很多東西，手機換了5部，電腦換了3台，衣櫃越來越滿，可銀行卡裡的數字卻始終沒有變化，甚至還欠下了一筆又一筆的分期付款。而另一個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，他沒有着急升級生活，而是拿出一部分收入去學習攝影，後來學習剪輯，又開始研究短視頻。拍了第100條視頻沒有人看，拍了第200條依然沒有什麼流量，直到第300條終於開始有人關注。幾年後，他擁有的不只是工資，還有廣告收入、課程收入、品牌合作，甚至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個人品牌。同樣过去5年，一個人買了很多消費品，另一個人呢，建立了一套持續賺錢的能力。這就是資產思維和消費思維最大的區別。消費會不斷的貶值，而資產會不斷的增值。道德經中有一句話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很多人誤解了這句話，以為他是在說人應該不斷的放棄。其實道家真正強調的是減少無效的慾望，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現代社會最大的陷阱就是不斷刺激你的消費慾望。打開手機，每個平台都在告訴你最新的手機上市了，最新的汽車上市了，最新的潮流來了。如果不擁有，你就落伍了。於是人開始不斷的購買。可是道家卻告訴我們，真正控制不了慾望的人，最終都會成為慾望的奴隸。消費本身沒有錯，錯的是把消費誤認為財富。很多人以為自己越來越有錢，其實只是擁有越來越多正在貶值的東西。一輛新車剛出店門就開始折舊，一部新手機1年後價格幾乎腰斬，品牌包、潮流服飾，你卻滿足了一時的虛榮，卻很難持續創造價值。這些東西可以提升生活的品質，卻未必能夠提升人生的層次。真正富有的人更關注另一件事，他們会問自己，這筆錢未來還能不能持續的幫我賺錢？於是他們願意投資一項技能，願意打造一個品牌，願意經營一個頻道，願意寫一本書，願意開發一套課程。因為他們知道真正值錢的不是眼前得到什麼，而是未來能夠持續創造什麼。財富不是一次交易，而是一條不斷流動的河流。莊子裡有一句話，泉河魚象欲出於陸，相許於師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很多人只理解了後半句，卻忽略了前半句。為什麼魚兒會相互涂抹維持生命？因為水已經乾了。真正的問題不是魚兒不努力，而是失去了源頭。財富也是如此。很多人每天都在拼命工作，
卻始終存不下錢，不是因為不努力，而是沒有建立屬於自己的水源。工資呢，就像一條細小的水管，一旦停止工作，水流就停止了。而資產則是一條河流，它可以源源不斷地流向你。所以道家講道法自然，自然不是躺平，而是建立一種能夠持續循環的系統。樹木為什麼能夠長成參天大樹？不是因為它每天拼命向上，而是因為它不斷地扎根。財富也是一樣的，真正的富有不是表面上的光鮮，而是地下那看不見的根系。別人看到的是結果，卻看不到你幾年、十幾年持續積累的過程。這個時代最容易賺錢的資產已經發生了變化。過去資產可能是土地，後來是工廠，是門店，而今天知識可以成為資產，技能可以成為資產，影響力可以成為資產，版權可以成為資產。一個優質的視頻，一本電子書，一門線上課程，一個擁有信任關係的社群，甚至一個持續更新的 YouTube 頻道，他們都有可能在未来幾年持續為你創造價值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樣24小時，有人只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，而有人卻在下班之後悄悄建立自己的第二條收入曲線。他們不是比別人更幸運，只是更早明白了一件事：真正的財富不是靠一份工作積累出來的，而是靠不斷創造可以重複產生價值的資產。很多人總喜歡問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得有錢，其實更應該問的是，今天我有沒有創造一項未來依然能夠持續產生價值的東西？如果答案始終是否定的，那麼10年以後生活大概率只是今天的重複。所以道家從來沒有反對財富，他反對的是被慾望驅使的人生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讓金錢控制自己，而是讓每一分錢都成為未來價值的種子。因為他知道財富不是存出來的，而是創造出來的；不是省出來的，而是通過持續創造價值慢慢生長出來的。然而即使明白了資產思維，依然有很多人遲遲無法改變命運，因為還有一道更大的枷锁鎖住了他們的一生，那就是害怕失敗。人一生最大的贫窮不是沒有錢，而是不敢允許自己失敗。真正困住一個人的不是失敗，而是對失敗的恐懼。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覺，他們認為成功的人是因為他們比普通人聰明，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看準了方向，是因為他們擁有別人沒有的資源，所以他們成功了。而自己失敗是因為運氣不好，沒有背景，沒有機會，沒有貴人。可是如果你真正研究那些後來改變世界的人，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：幾乎所有真正厲害的人都經過了漫長的失敗期。他們不是沒有摔倒，而是摔倒以後沒有停在那裡。有一個年輕人剛開始創業的時候，別人都認為他瘋了，因為那個行業當時已經有很多巨頭存在。有人告訴他，你沒有經驗呀，你沒有資金呀，你這個市場已經沒有機會了，你不可能成功的。如果是大多数人听到這些話，可能會選擇放棄，因為人的本能是逃避痛苦，尤其是失敗帶來的痛苦。失敗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別人的嘲笑，意味着承認自己判斷錯誤，意味着投入的時間和金錢可能消失，意味着需要重新開始。所以很多人寧願待在一個不滿意的狀態裡，也不願意冒險改變，因為未知的未來讓人恐懼。但是那些真正改變命運的人，往往擁有一種普通人缺少的能力，承受不確定性的能力。他們不是不知道失敗會發生，而是知道如果永遠不開始，失敗其實已經發生了。道德經中有一句話，反者道之动，什麼意思呢？萬事萬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向前的，而是在变化中前进。春天之后是夏天，夏天之后是秋天。月亮有圆有缺，潮水有涨有落，人生也是如此，沒有永遠的順境，也沒有永遠的逆境。真正聰明的人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否定自己的人生，因為他們知道失敗只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，不是最終的答案。很多普通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？不是失敗，而是把一次失敗定義成自己的身份。創業失敗一次，他就說，哎呀，我不是做生意的料。感情失敗一次，他會說，我不會再遇到好的人。考試失敗一次，他會說，我沒有學習的能力。其實真正傷害人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如何解釋这件事情。同樣掉進坑裡，有人看到，哎，這裡有個坑，下次繞開；有人看到，
哎呀，我这個人永遠倒霉。前者獲得了經驗，後者獲得了傷害，這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區別。很多人喜歡研究成功學，喜歡聽成功人士講他們今天擁有多少財富，住什麼房子，開什麼車，取得什麼成就。可是很少有人願意聽他們講他們曾經經歷了多少的失敗，被多少人拒絕，多少個夜晚睡不着覺，多少次懷疑自己，因為失敗的過程不精彩呀，甚至很痛苦的。但是財富背後的真正密碼往往隱藏在那裡。美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，一個賣炸雞的老人，年輕的時候經歷無數的失敗，創業失敗，投資失敗，甚至在人生很晚的時候還面臨了經濟困難。很多人可能會選擇放棄，認為我已經老了，人生沒有機會了。但是他沒有，他拿着自己的炸雞配方一家一家尋找合作，被拒絕了1次、2次、10次、100次。別人可能覺得這麼大年紀了還折騰什麼呀？可是他堅持下來了。後來他建立了世界知名的炸雞品牌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成功並不一定屬於年輕人，成功屬於那些即使經歷失敗依然願意繼續行動的人。為什麼很多普通人不敢失敗？因為他們把失敗看得太昂貴了，他們覺得失敗1次人生就毀了。可是換一個角度看，失敗其實是一種投資呀，投資你的經驗，投資你的判斷力，投資你對世界運行規律的理解。年輕的時候失敗1次，你學會如何避免；創業的時候虧1次錢，你知道市場真正需要什麼；1次關係結束，你開始懂得如何認識自己。很多時候失敗不是奪走你的東西，而是在幫你清楚錯誤的方向。易經中有一句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什麼意思呢？當道路走不通的時候，變化才會產生。很多人為什麼一直困在原地呢？因為他們明明已經走不通了，卻還堅持原來的方式。他們希望用昨天的方法解決今天的問題，用過去的認知面對未來的變化。可是世界一直在變化呀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。真正厲害的人不是永遠做對，而是發現錯了以後能夠快速的去調整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普通人害怕犯錯，高手害怕什麼？高手害怕的是幾年以後發現自己一直停留在原地，因為他們知道最大的風險不是失敗，而是沒有成長。一個人如果一直追求絕對的安全，最後會失去最大的機会，因為這個世界從來不存在完全安全的人生。工作可能變化，行業可能消失，環境可能改變，你以為穩定的東西可能才是最大的風險。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，進入一個穩定行業，過穩定生活，這沒有錯。但是問題在於，穩定如果建立在別人給予的基礎上，它並不真正屬於你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擁有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位置，而是擁有一種即使環境改變，你依然可以重新開始的能力。你的技能，你的認知，你的創造能力，這些才是別人拿不走的財富。所以一個人真正成熟的標誌，不是他變得越來越謹慎，而他開始明白，人生不是尋找一條永遠不會失敗的路，而是在失敗之後依然擁有重新站起來的能力。樹木為什麼能夠長得高？因為它經歷過風。河流為什麼能夠流向遠方？因為它穿越過阻礙。人也是一樣，沒有經歷過考驗的人很難擁有真正強大的內心。如果你今天正在經歷低谷，正在經歷失敗，正在懷疑自己的選擇，請記住一句話，低谷不是人生的終點，它只是重新調整方向的地方。很多時候命運不是在打擊你，而是在逼迫你從舊的自己走向新的自己。莊子說，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懼。真正強大的人不會因為別人誇獎就迷失了，也不會因為別人否定就崩潰了。他知道自己的方向，也接受成長中的代價。財富世界裡真正稀缺的能力，不是聰明，不是資源，而是長期行動的勇氣。敢於開始，敢於試錯，敢於接受失敗，敢於在無人理解的時候堅持自己的道路。因為所有後來成功的人都曾經有一段沒人相信他的日子。但是僅僅敢於行動還不夠，因為還有很多人非常努力，每天忙碌，每天辛苦，卻依然沒有改變人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努力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財富，方向錯誤的努力只會讓人越來越疲憊。為什麼很多人一輩子都很努力，卻始終擺脫不了貧窮呢？真正消耗你的不是辛苦，而是低價值的循環。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這個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真的都是最富有的人嗎？答案顯然不是的。你會發現有些人每天工作10幾個小時，早出晚歸，一年365天幾乎沒有休息，
可是10年過去，生活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，而有些人看起來沒有那麼忙碌，甚至每天只做幾件關鍵的事情，卻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財富系統。為什麼？難道是因為前者不夠努力？不是的，很多時候問題不在努力的程度，而在努力的方向。很多人一生都陷入一種循環，用時間換錢，用更多的時间換更多的錢，然後用更多的錢去購買短暫的滿足。第二天繼續重複。年輕的時候，他們認為只要我足夠努力，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。可是幾年以後，他們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，自己的收入增長速度永遠趕不上生活成本上漲的速度。工資漲了一點，房租漲了，物價漲了，孩子教育成本漲了，醫療成本漲了，最後發現自己一直在跑，卻好像一直沒有離開原地。這就是很多人的困境，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一直在一个低價值循環裡面去努力。什麼叫低價值循環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你的收入永遠和你的時間是綁定的。你工作1個小時得到1個小時的錢，你停止工作，收入就停止。這種模式最大的限度在哪裡呢？就是人的時間有限，一天只有24小時，1個月只有30天。一個人再努力，也無法突破時間本身的限制。所以真正富有的人，後來都會思考一個問題：如何讓我的價值不再只依靠我的時間呢？這就是從勞動者思維走向創造者思維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一個普通的員工每天工作8小時，他的收入呢來自老闆購買他的時間。而一個攝影師如果只是每天拍一場婚禮，收入依然和時間綁定。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攝影經驗制作成課程，把作品發布到網絡，建立個人品牌，那麼他的價值就開始被複製。一次創造可以影響更多人，一次輸出可以產生多次的收益。這就是財富增長的秘密，讓你的價值可以複製。道德經中說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為什麼老子用水來比喻最高境界呢？因為水有一個特點，它不爭，卻能夠滋養萬物。財富也是如此的。真正高層次的賺錢方式，不是不斷的競爭，而是創造一種能夠持續服務他人的價值。你解決的問題越大，幫助的人越多，創造的價值越高，財富自然會向你聚集。很多人一直在研究怎麼樣能夠快速的賺錢，但很少有人研究怎樣能夠成為一個更有價值的人。可是現實規律就是，收入其實是價值交換的結果。一個月收入幾千的人，通常解決的是比較基礎的問題；一個月收入幾萬的人，解決的是更複雜的問題；一個企業家解決的是更多人的需求。財富的本質不是錢從哪裡來，而是你為多少人創造了價值。所以真正厲害的人不會每天盯着收入數字，他們更關注自己的成長速度。他們會問，我的能力有沒有提升，我的作品有沒有增加，我的影響力有沒有擴大，我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沒有增強。因為他們知道收入只是結果，價值才是根源。很多人還有一個誤區，他們認為我要先賺錢然後提升自己，可是現實往往相反的，你必須先提升自己才能賺到更多的錢。一棵樹不是先長出果實然後才長根的，而是先扎根再慢慢結果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很多人羨慕別人的收入，卻沒有看到別人背後的積累，看到別人1年賺幾10萬，卻沒有看到別人10年如一日的學習實踐積累，看到別人站在山頂，卻沒有看到他曾經走過的漫長山路。易經中有一句話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很多人理解這句話只是理解成努力，其實更深層的意思是，一個人要不斷調整自己，適應變化，提升自己。天地運行從不停止，人也一樣的，停止成長其實就是開始退步。因為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停下來就保持原樣的。今天這個時代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呢？過去擁有信息的人擁有優勢，後來擁有資源的人擁有優勢，未來擁有創造能力的人擁有優勢。為什麼？因為信息越來越廉價了，知識越來越容易獲得，但是把知識變成產品，把想法變成結果，把能力變成價值，這才是真正稀缺的東西。很多人每天刷短視頻，看別人創業，看別人賺錢，看別人成功，看完以後心裡熱血沸騰，然後關掉手機，持續原來的生活。為什麼？因為觀看別人的人生會產生一種假的參與感，你以為自己正在接近成功，其實只是旁觀成功。真正改變人生的永遠不是看了多少，而是做了多少。一個人最大的浪費不是花錢，而是浪費自己的注意力。你的注意力在哪裡，你的未來就在哪裡。如果每天關注明星八卦，無意義的爭論，消費刺激，你的大腦就會越來越習慣被動的去接受。而如果每天關注的是如何提升技能，如何創造作
作品，如何解決問題，你的思维会慢慢轉向主動創造。10年之後，兩種人的人生自然完全不同的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年齡越來越大，反而越來越值錢，因為他們積累了經驗、能力、資源、信用、影響力，而有些人年齡增長卻沒有任何的積累，因為他們只是重複消耗自己，時間過去了，但是財富沒有留下。真正聰明的人會把人生看成一個長期投資，今天學習一項技能，未來可能帶來10年的收益；今天堅持輸出內容，未來可能建立個人的品牌；今天認識一個優秀的人，未來可能產生合作的機會。很多財富都不是突然出現的，而是在漫長積累之後，某一天突然爆發。就像竹子，前幾年地下根系不斷的生長，看起來毫無變化，但是某一天它開始快速的向上生長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所以不要只問为什麼別人賺錢比我快，你應該問我有沒有建立讓財富增長的基礎。不要只問為什麼機會總輪不到我，你應該問當機會出現的時候，我有沒有匹配它的能力。機會從來不會成就一個毫無準備的人，它只會放大一個已經積累的人。真正改變命運的人，不是每天尋找捷徑，而是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不斷增加自己的價值。他們明白人生最大的財富不是銀行卡裡的數字，而是你擁有一種能力，無論環境如何變化，你依然能夠創造價值。但是到這裡我們還沒有觸及財富最核心的一層，因為很多人已經努力了，也開始學習資產思維，甚至敢於行動，為什麼依然賺不到錢呢？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更深的規律，財富不是追來的，而是順勢而來的。不知道規律的人努力一生，可能一直在逆流而行；懂得規律的人借勢而起，才能事半功倍。道家為什麼說真正的財富是順道而行？財富不是追逐的結果，而是價值流動的結果。很多人一生都在追逐財富，年輕的時候追工資，後來追機會，再後來追風口，看到別人做什麼賺錢，馬上想跟上；看到哪個行業火，馬上想進入；看到別人成功，馬上複製方法。可是很多年過去了，他們發現一個問題：為什麼自己一直在追，卻始終追不上呢？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規律：財富不是追出來的，而是吸引來的。真正長期擁有財富的人，並不是每天盯着錢，而是不斷讓自己成為一個能夠創造價值的人。錢呢，只是價值交換之後留下的結果。道德經開篇第一句話，道可道非常道。很多人認為道家很玄，其實道家講的就是天地運行的規律。太陽升起，月亮落下，四季更替，萬物生長，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規律。人如果順應規律，就能夠借力；如果違背規律，就會消耗自己。財富也是如此，一個人賺錢看似是在追逐金錢，實際上呢，是在參與一場價值交換。你提供價值，別人給予回報，價值越大，回報越大。很多人問，為什麼有些人賺錢那麼容易呢？其實他們並不是賺錢容易，而他們找到了一條符合規律的路徑。比如一個農民種地，他不会每天站在田裡喊，為什麼我的莊稼還沒有結果呢？他知道播種、澆水、施肥、等待，到了季節自然收穫。如果今天播種，明天想收穫，那不是努力的問題，而是違背規律。人生也是一樣的，很多人剛開始學習一個技能，3天沒有結果，放棄了；剛開始做一個項目，1個月沒有收益，懷疑；剛開始創業，遇到困難，退縮了。他們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不懂成長，它也需要時間的。道家講，凡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什麼意思呢？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越用力越好。水為什麼能夠穿石？不是因為它強大，而是因為它持續。風為什麼能夠改變山川？不是因為它一次力量巨大，而是因為它長久存在。真正強大的力量往往不是爆發，而是持續。財富積累也是如此的。很多人喜歡研究如何一夜暴富，如何快速翻身，如何找到一個賺錢風口。可是歷史告訴我們，真正的大財富很少來自一次機會，很多都來自10年的積累，20年的堅持，長期的複利。巴菲特為什麼能夠成功？不是因為他某一天發現了賺錢密碼，而是因為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做正確的事。复利最大的力量不是讓錢增長，而是讓時間放大正確的選擇。人生最大的誤區之一就是高估1年能夠改變多少，卻低估10年能夠改變多少。很多人1年換3個方向，今天做電商，明天做投資，後天做自媒體，每天都很忙，但10年之後發現自己什麼都沒有留下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積累。財富需要一個容器，你的能力就是那個容
容器，容器越大，財富才能夠裝得越多。莊子中有一個故事，說宋國有一個人善於制作防止皮膚凍裂的藥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靠這個技術生活。後來有人花錢買走了這個秘方，拿去幫助軍隊作戰，因為這個藥士兵冬天作戰時手不會凍傷。同樣一個技術在不同的人手裡產生完全不同的價值，為什麼？因為價值不只取決於你擁有的東西，更取決於你如何使用它。今天這個時代，很多人擁有大量的信息，但是信息不等於價值。你知道一個賺錢的方法，不代表你能賺錢；你知道一個商業模式，不代表你能執行；你看過10000個的成功案例，也不代表你能夠創造一個成功的案例。真正的財富來自認知、行動、執行、反饋、迭代，這是一個循環。所以真正富有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不斷提高自己的價值密度。什麼叫價值密度？就是同樣的时間你能夠創造多少價值。一個普通人一天工作8小時產生固定的價值，一個優秀的人同樣8小時可能創造10倍甚至100倍價值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的能力經過長期的積累，他的經驗可以複製，他的影響力是可以放大的。未来社會最重要的財富不是擁有多少東西，而是你能夠創造什麼。一個人的資產不只是房子和存款，還包括你的思想、你的技能、你的信譽、你的作品、你的關係、你的影響力。這些看不見的東西才決定你未來能走多遠。易經裡面講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靜不失其時，這是非常深的智慧。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不努力，而是沒有看清時機，該行動的時候猶豫，該等待的時候衝動了。真正的高手不是永遠行動，也不是永遠等待，而是知道什麼時候該進，什麼時候該退，什麼時候積累，什麼時候爆發。很多人羨慕那些抓住機會的人，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呀？為什麼機會來到了他們身邊？因為他們早已經準備好了。機會不會憑空改變一個人，機會只是放大一個人的積累。一粒種子遇到春天才能發芽，但是如果它本身不是種子，春天來了也沒有意義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抱怨為什麼好運沒有降臨到我，你應該問，如果好運真的來了，我接得住嗎？如果今天給你一個100萬級的項目，你有能力完成嗎？如果今天給你一個10萬粉絲，你有內容持續輸出嗎？如果今天給你財富，你有管理財富的能力嗎？很多時候不是機會太少，而是自己還沒有成長到能夠承載機會的程度。道家講修行，很多人以為修行就是遠離世俗，其實真正的修行是在世間磨練自己，面對誘惑保持清醒，面對失敗保持穩定，面對機會保持判斷。一個人的財富最終反映的其實是他的內在狀態。內心混亂的人容易做錯誤決定，慾望太強的人容易追逐錯誤目標，心浮氣躁的人很難長期積累，而內心穩定的人更容易看清規律。所以財富的最高境界不是擁有的越來越多，而是不被財富控制。錢可以成為工具，但不能成為主人。你可以追求財富，但不要成為慾望的奴隸。你可以努力賺錢，但不要忘記，真正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更有價值的人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為什麼有些人什麼都懂卻賺不到錢呢？因為他們停留在知道，而沒有進入做到。為什麼有些人努力多年卻沒有改變？因為他們只是消耗時間，沒有創造財產。為什麼有些人害怕失敗？因為他們沒有理解成長規律。為什麼有些人抓不住機會？因為他們沒有提前積累。人生的財富密碼其實沒有那麼複雜，它只有幾個字：修己、積累、創造、順勢。修煉自己，提升認知，積累能力，等待機會，創造價值，獲得回報，順應規律，長期複利。道德經最後說，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真正高明的人不會天天和別人競爭，因為他知道最大的競爭不是超過別人，而是不斷超越昨天的自己。当你的價值不斷提升，財富自然會靠近。當你的能力足夠強大，機會自然會出現。所以不要再問為什麼別人比我有錢，換一個問題，我今天創造了什麼價值？不要再問什麼時候才能成功，換一個問題，我現在正在積累什麼？不要再等待命運改變你，開始改變自己。因為這個世界最終獎勵的不是抱怨者，不是旁觀者，而是那些理解規律、持續行動、不斷創造價值的人。你永遠賺不到認知之外的錢，但是當你的認知提升，能力增長，價值擴大，你
會發現財富從來不是追逐來的，它只是你長期成長之後自然流向你的結果。这就是道家眼中的财富之道，也是一个普通人改变人生最深层的路径。这里是道无月兰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证明你比常人更有智慧，请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继續講更多道家思維升級的乾貨。你想要什麼樣的人生，取決於你做出什麼樣的選擇。